大家好，我是脑壳。今天咱们聊点有难度的股神巴菲特。2025年5月3日 Berkshire Hathaway 股东大会上，94岁的巴菲特正式宣布将在年底卸任 CEO， 结束他执掌伯克希尔整整60年的辉煌历史，把接力棒交给接班人 Greg Abel。巴劳的战绩那可以说是光辉灿烂。1962年他接手的哈撒韦只有7.5块一股，到今天的2025年，他已经涨到了76万美元一股。你没有听错，是76万美元一股。如果当初你为他投资1000美元，现在他将还你1亿美元。很多朋友想必都熟悉他的投资理念：价值投资，长期持有，拥抱复利。你看每年股东大会上，成千上万的人跑到奥马花一个大体育场里，就想听听巴菲特和芒格两个老头闹两句。甭管你是基金大佬还是小投资人，都恨不得从里面参透一些投资方向。但你说巴菲特是生下来就会炒股吗？他是怎么琢磨出这道投资理论？在他漫长的投资生涯里，他就没翻过车吗？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让咱也升华一下，提高一下自身的知识水平？所以今天我们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股神过去几十年的成长经历，看看股神是怎样炼成的。1930年，巴菲特出生在美国中部的奥马哈，当时正值大萧条，经济一片惨淡，道琼斯指数在3年之内跌了90%。巴菲特的爸爸老巴菲特，一名股票经纪人，也毫不意外地丢了工作。但老巴菲特没有认命，而是选择自己创业，开了一家股票经纪公司，专门给手里还有一点点财富的人推荐那些极其保守的投资项目，比如公用事业地方政府债券，结果收入反而比原来更好。而我们的小巴菲特继承了他爸爸的特质，从小就喜欢数东西记账。10岁那年，老巴菲特带他去参观华尔街，还拜访了华尔街的传奇大佬，执掌高盛超过30年的 Sidney Weinberg。小巴在交易所里可是见到了极致的资本主义，到处都是纸醉金迷，吃完饭还有服务员特意端来烟草雪茄纸，名贵雪茄任你挑选，倍儿有面子。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。但人家股神那就能冷眼旁观。他当时就2个想法，一是我要有钱，有钱就能支付这一切；二是我不要来这里。你看你们这些人再有钱那也是牛马，而我这辈子是不可能打工的，我要给自己打工，这才是终极的自由。你看人家这觉悟而且从那一刻起，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目标，要在35岁之前成为100万富翁。但是事后来看巴菲特不仅做到了，而且提前4年就做到了。所以说梦想还是要有的，牛还是要吹一吹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，是吧？从纽约回来之后呢，巴菲特就立刻开始买股票。他跟姐姐一起凑了200多美元，买了6股 City Service， 每股38美元。结果刚买完就跌到了27块钱，等等，终于股票涨回了40块钱，于是赶紧卖掉了，还了姐姐的钱。但是 City Service 很快就涨到了200块钱一股。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挺欣慰的。你看，股神一开始炒股跟咱韭菜们也没什么区别，一买就跌，一卖就涨。但这次经历对巴菲特影响还是很大的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让别人插手自己的投资，就是避免让外界的情绪干扰自己的判断。而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决定不告诉投资人他股票具体买了哪些。19岁的时候，我们的小巴已经从大名鼎鼎的沃顿商学院本科毕业了。他呢，想更深层次的研究商业和经济理论，而他心里想去的地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哈佛商学院。小巴这个时候简直是信心爆棚，觉得自己名校毕业，10岁就见过华尔街大佬，15岁就运营企业，去哈佛那还不简单。结果巴菲特后不后悔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哈佛可能做了他们至今都在后悔的决定，拒绝了巴菲特。这事儿给巴菲特的打击还挺大的，而且他已经错过了学校的申请季。有一天他无意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表上看到了他的偶像 Benjamin Graham 和 David Dodd 在教课。1949年，也就是巴菲特申请研究生的这一年，这2个人出版了一本被巴菲特称为最好的投资书籍的书，叫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。 你看股票市场虽然存在了很多年，但是大家对一只股票到底值多少钱是没有概念的。大家买股票就像去菜市场买白菜，买什么股票那是全凭心情。
要么就是做的业务听上去吸引人，要么干脆啊就是这家公司名字好听。但你说这大白菜长得好看，那也不一定好吃是吧？而 Graham 这两个人首次提出了一个股票的估值模型，那就是贴现现金流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一家公司的价值是这家公司未来能产生的现金流的总和。另外一个就是捡烟头投资法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要投资那种账面上死掉比活着值钱的公司。举个例子啊，你看一家公司市值100万，但这家公司账面上啊有120万的现金，再加上厂房和机器设备，加起来一共有150万。也就是说啊，如果你今天就关掉这个公司进行清算，拿到的钱比股票还多，那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就像在地上捡起一根快抽完的烟头，虽然只能抽一口，但那一口啊是免费的。这个投资策略啊，其实是有很强的时代背景的。当时的美国经济啊，以重资产的工业为主。早期工业时代的企业，比如铁路制造业，拥有大量的有形资产。公司的投资呢，也主要是在财产、厂房和设备上面。所以大多数公司的估值啊，主要由它的账面价值来定义。1929年美股崩盘以后，市场极度悲观，大量公司股价远远低于其账面价值。所以捡烟头这个策略呢，既有套利空间，又有很高的安全边际。这些观点啊，那简直是太新颖、太炸裂了。巴菲特一下就变成了小迷弟，整本书啊可以说是倒背如流、融会贯通。他一看这俩人竟然在哥大教课，就写了封信，希望啊能去听听他们的课。没想到到的正好是那年招生委员会的负责人，看到了巴菲特的信以后，破格录取了他。1950年的秋天，巴菲特搬去纽约，正式进入了哥大，走上了和偶像面对面的道路。他注意到啊，他的老师 Graham 竟然持有一家叫 Geico 的保险公司55%的股份。美国的小伙伴可能都知道 ，Geico 是美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公司，就是那个一直叨叨叨的蜥蜴的公司。而且 Graham 还在董事会里。但奇怪的是啊，《The Intelligent Investor》这本书里压根儿就没有提到过这家公司。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奇怪了？老师啊，是不是藏着什么猫腻呢？于是巴菲特决定直接去 Geico 考察一番。没想到他在那里学到了保险行业的秘密，那就是 float 浮存金。Geico 的客户啊，当时都是政府雇员或者大学教授，非常稳定，不怎么出交通事故。拿到他们的保费之后啊，很多年都可以不用赔钱。而这笔钱 Geico 就可以拿去投资。这笔钱啊还有很多好处。第一，你看啊，这就相当于一笔零利率的贷款，而且是投保人第一天就付给你的钱，但是赔付却是发生在未来的事情，而且可以拖延很久。第二呢，就是这是大规模、长期、稳定的资金流。第三，就是这笔钱不需要抵押品，你完全可以空手套白狼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而且那会儿监管体制也非常宽松，保险公司拿到钱基本上就是想干啥就干啥。巴菲特啊，简直是爱死了这个商业模式，直接就把自己75%的钱都投进了Geico里面。但我们说啊，捡烟头的策略其实是有2个弊端的。第一呢，就是下行风险没有想的那么低。账面上虽然写着资产价值100万，但真到清算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人买那些设备，被迫跳楼大甩卖，最后搞不好连50万都拿不到。第二呢，就是赚钱的上限太低了，每次赚个2-3成就跑，复利的空间非常小，而且时间成本非常高，投资人需要不停地去寻找这种烟头股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 Graham 这么推崇这种策略。他是在大萧条的阴影下成长的，那个时候股市整整30年都不涨，所以没有人对成长抱太多幻想。于是理所当然的 Graham 强烈反对巴菲特大举买入 Geico， 而巴菲特也在1年后听了老师的劝，在获利50%以后就卖掉了公司。直接错过了 Geico 未来20年将近100倍的涨幅。你看这个时候的巴菲特啊，就像他的老师一样，还没有拥抱增长的理念，他只是期待啊捡个烟头能免费吸2口，但绝对不会指望烟头能长成一根大雪茄。1956年，在兜兜转转的几份投资工作以后，巴菲特一家正式搬回奥马哈，开始帮朋友管理资产。每天啊，他就坐在他的屋子里像打坐一样，几个小时的看财报，分析公司。起初啊，他管理了大约10万美元，合伙人也就是身边的几个朋友，而且他践行了当初自己定下的规矩，那就是掌控权。他
它规定啊，每年只有12月31号这一天能够进出资金，除此之外，资金全年封闭，而且持仓也是完全保密，不公开不解释。你看这是不是还挺奇葩的？有了钱以后啊，巴菲特就开始复制激进的捡烟头策略。而且我们讲过，捡烟头的公司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。于是巴菲特不仅捡便宜股，还会大举买入，争取进入董事会席位，推动清算变现。他第一笔操作的对象叫 Sanborn Map， 他把自己管理35%的资金都投了进去，拿到了控制权，把这家公司一拆为二，很快就赚了50%。你看看气不气人？这股神赚钱啊，简直就像喝水一样简单。只用了短短6年时间，到了1962年，巴菲特管理的资产规模就超过了700万美元，而31岁的他，净资产首次突破100万美元。他儿时的梦想提前4年就达成了。讲到这里啊，早期巴菲特的投资理念我们已经介绍了3个，那就是通过未来现金流进行估值，寻找捡烟头的股票，同时通过大量的浮存金获取大量资金。1963年，巴菲特通过朋友打听到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——伯克希尔哈撒韦。我们熟悉的名字来了。哈撒韦啊，最早是一家美国北方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工厂，成立于1888年。熟悉美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，美国的南方盛产棉花，但大量的棉花需要运到北方的工厂进行加工。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工业空调的发明，南方也具备了建厂的条件，整个北方的纺织业都开始衰落。而哈撒韦的 CEO Stanton 那可是一个老顽固，他要坚持做北方纺织业的汤吉诃德，依然扩建工厂，购置新机器。当时公司账面资产价值是每股20美元，但股价却只有7.5块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烟头股，而且是还能抽好几口那种。听到这儿，想必掌握了股神真传的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，那就是大举买入。Stanton 这边啊就不高兴了，说一个万恶的资本家要买走我们的工厂，那我必须得为了我们的工人奋起反抗，保护我们的劳动果实。于是 Stanton 也开始回购股份，试图掌控大局。巴菲特这边啊当然是乐享其成，他本身对收购这家公司也没什么兴趣，只想低买高卖。既然他们要回收股份啊，不如把股票卖回给 Stanton 就好了。于是巴菲特跟 Stanton 达成了一个君子协议，约定哈撒韦以每股11.5块美元回购巴菲特的股票。结果等收到正式收购邀约，价格竟然变成了11.3块8毛，少了12.5美分。你说 Stanton 是不是故意挑衅的，咱也不知道。但对一向重视诚信的巴菲特来说，那简直是天大的侮辱。而我们一向睿智稳健的股神，终于是武则天守寡，失去了理智，大举反击，在1965年收购了哈撒韦，并在1个月后就把 Stanton 踢出了公司。爽虽然是爽了，但落在巴菲特手里的却是一坨年年赔钱的大便，就好像捡了一个湿了的烟头一样，不仅没抽到烟，还吃了一嘴泥。但是甩呢又甩不掉了，因为工厂还雇佣着上万名工人，如果直接关停了，必然给自己落下一个万恶资本家的名声。但咱们的股神啊可不是一般人，他很快就找到了出路。他人生中下一个伟大的投资 National Indemnity。National Indemnity 也是一家保险公司，但是与该扣专注低风险的客户不同， National Indemnity 承保的是那些稀奇古怪、极端异常、非常规的险种。大家想想，这种商业模式会带来的优势就是拥有浮存金的时间特别的长，因为很多险种啊很长时间都不会发生赔付，所以他能把客户交给的保费放在手里很多年。恰巧 National Indemnity 的创始人想退休了，于是巴菲特一击必中，直接买下了这家公司。从此以后，巴菲特逐步地将哈撒韦的核心资产进行替换，把一家纺织厂慢慢转型为控股公司。而巴菲特早期投资理念的最后一块拼图也终于补齐了，那就是飞轮效应。这里面的关键点就是把保险公司和其他运营公司结合起来，用浮存金打造复利飞轮。如果你仅仅拥有一家保险公司，那么你必须留存很大一部分浮存金作为保证金来支付赔偿。但如果你同时拥有一家运营公司，持续产生现金流，那么浮存金就能被充分利用，全额投资出去，用运营公司的现金应对赔付，这就形成了一个资本驱动的飞轮系统。也就是说，保险公司可以产生浮存金，
将浮存金投资运营公司，产生稳定现金流，再用来反哺浮存金。从这起收购开始，哈萨韦逐步变成一个全新的控股公司，一个通过资本配置策略来打造资金永动机的集团。有了飞轮效应，巴菲特投资收益更是大幅的领先道琼斯，甚至在1968年收益达到了59%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从1957年到1969年12年时间，道琼斯总回报是153%，而巴菲特的回报是2795%，整整翻了28倍。而就在投资事业最辉煌的时刻，巴菲特却陷入了最深的焦虑，因为几年前他就开始担心自己能不能找到那么多可投资的标的了。市场上已经没有那么多烟头，或者说大的烟头可以捡了。他也担心自己已经无法再复制过去那些令人惊艳的高回报，所以巴菲特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关门。1969年，巴菲特写信给合伙人说，如果我还留在投资行业，我就无法避免与别人竞争。我知道我不想一辈子都被比拼投资收益率牵着鼻子走，减速的唯一办法就是停下来。然后他宣布将于年底正式退休，清算投资合伙企业。1970年1月，他清空了全部的公开证券，正式解散了自己的投资公司，分到了1600万美元，伯克希尔18%的股份，以及几家小型公司。就这样，刚刚满40岁的股神在留下了辉煌的战绩后，短暂地退出了舞台，就像乔丹短暂退役去打棒球，周杰伦不出专辑去卖奶茶一样，他们终将回到自己热爱的地方，继续创造辉煌。而我们的股神当然也是无法割舍掉自己对赚钱的执着，在短短的休息之后，巴菲特就将回归，创造更辉煌的战绩，同时也将遇到更大的职业危机。讲到这里啊，我们先叫个暂停。巴菲特的人生有太多精彩的地方，值得我们用几期的节目来好好介绍。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系列，也请大家期待下一期的节目。